我知道关于速水中2.0的爆料视频，你肯定刷到过很多了。所以，如果你不想盲目跟风购买以后，最后又开始在深夜懊悔，本期视频请一定认真观看，我会全面的告诉你速水中的优缺点都在哪，又更契合什么样的玩家。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西。本期测完再送，咱们就来好好聊聊速水中2.0。按照本系列惯例，本期依旧在日落之城掉落3把枪皮。那么正片开始。首先要聊速水中2.0，肯定是绕不开1.0的。先给大家泼一盆冷水，瓦圈一直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时间会证明叉叉，以此来表达某一把枪的手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从而变得更好。而纵观整个无畏契约皮肤史，你会发现一个诡异的事情，那就是速水中它是唯一一个被时间反向证明了它越用手感越拉的。很多用过的彦祖一飞们，包括小西我都觉得它手感比较飘，特别是狂徒单点用着还行，可一旦泼水就没那么好用了，总觉得这玩意儿越用手感越拉，子弹越飘。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可为什么手感越用越拉的皮肤能被吹上天呢？答案就是设计，不管是套装的动作、动画，还是音效、特效，在当时都是一款设计超前的皮肤。放在皮肤多的眼花缭乱的今天，也仍有一战之力，属于是拳头美学数一数二的设计。不管是造型、音效上的东方元素，还是设计上的云雨文化，都是拳头枪皮设计史上的巅峰之作。这些设计都将东方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无畏契约这一款整体都是欧美风格的游戏里见到熟悉的东方美学，总会有一种审美上的认同感。而正是这种超常发挥的美学设计，让速水中设计上的美成功地盖过了它手感上的差，进而也就导致了它无论是任何玩家上手它都一定会越用越难受，越用手感越拉。回到现在新出的速水中2.0，它在特效和手感上依旧继承了1.0的传统，依旧是设计拉满，制作优秀，但是敲重点，它的手感是不一定适合的系列。不过我还是要吹一下，速水2.0里的鬼魅真就可以无脑入。作为手枪里出场率较高的武器，很难出现买了就吃灰的情况。设计上，这把鬼魅有个帅到爆的点，那就是切枪时的旋转入场动画，以及换弹时用左手虚空召唤水弹注入枪身，然后再次旋转拿起，并且速水中系列的清脆设计音效，反而让鬼魅这种本来子弹就很飘的枪显得没那么飘了。手感直接上升一大截，飘加飘的结合属于是负负得正了，根本找不出缺点。第二，最推荐买的就是这把刀皮龙吟，说这把刀就是4里剑的，都给我等着，马上打你脸。龙吟牛逼就牛逼在买一把刀能当3把玩，为什么是3把而不是2把？首先深满的龙吟既能玩到苦无，又能玩到直刀，并且形态切换时以水速剑退水为风的效果非常的顶级，直接同时用2把刀2个模组。那如果不开效果，这把苦无就是完完全全的纯苦无模组，还能在手上转，简直游上天了。一把刀皮3种玩法，外观和性价比都拉满了，怎么样？这么一看还像4里剑吗？剩下的就是幻影和数位以及大狙枪皮了。幻影这种带消音的枪皮，音效居然还是消音的音效，有那么一点捞。但如果你很喜欢速水中的设计，那还是值得买的。数位皮的话，整体还可以，枪身干脆利落。不过这个枪身的体积，看完我只能说没胖，真比以前瘦了。大狙皮的整体感觉比较适合爱顺狙的彦祖一飞，其他时候就没有那么惊艳了。最后总结一下，如果你很喜欢速水中的设计风格和特效，那就完全推荐入手。设计上这套皮肤是很完美的，至少于我而言，我是真的打心底里喜欢。但如果你考虑手感，那就推荐入手鬼魅以及刀皮，这俩皮肤直接给满分。至于主战皮肤，手感党还是继续用侦察幻影或者观望一下26冠军套吧。当然，我现在对速水2.0的所有感受都是来自于现有资料的品鉴以及速水1.0的使用体验。等2.0这套皮肤真正端上来以后，我会再给大家测试一次，看一下实际上手后拳头有没有真的改掉速水中手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流逝的缺点。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长官的点赞和关注。这里是晨曦电竞，希望能和你一起变得更强。相信各位长官对近大远小、尽快远慢、优势枪位等词语早已不陌生了，但这些技巧具体又该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可能就有点模糊了。
本期的枪神之路，我们将进一步了解瓦的近大远小及其衍生技巧，让你在学会这些技巧后，可以轻松的去运用在实战里。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瓦里面人物真正的眼睛部位不在眼睛上，而是在脸后面。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站在敌人侧面，人物模型的眼睛看到你了，但是敌人却看不到你的原因。有的长官会分不清到底谁是近大远小优势的一方。近大远小中谁大谁小是相对于交战掩体而言的，所以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交战掩体。就比如说我们在影视修所 A 包箱子后直架 A 大，此时 A 大口右边内堵墙就是交战掩体。如果说敌人拉出来后我们码枪了，然后迅速撤回箱子后，那包点内的箱子就转变为了我们的交战掩体。为了便于长官们理解，老师我就说点正确的废话。拉出人的掩体乃交战掩体，撤回人的掩体亦交战掩体，有人物拉出撤回即为交战掩体。知道了交战掩体是什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离掩体近的人更大，离掩体远的人更小。因为瓦里面人物的视野范围是个扇形，这个扇形视野决定了玩家在游戏中能看到的区域和角度。当人物靠近掩体时，其视野的扇形区域会更多的被掩体遮挡，而我们的脑袋两侧还有多出来的胳膊和腿。就拿微风岛屿 A 包举例，我们在靠金字塔搜这个凹槽时，如果凹槽藏有人，我们会先看到他的胳膊和腿，我们是处于优势枪位的一方。为什么这个老六看不到我们呢？因为他的扇形视野被脸上的掩体挡住了很多。接着我们介绍一下近快远慢的原理。看这两个画面，当我脸上跑过去一个截锋时，我跟枪的幅度会很大，也就是截锋的角速度大。再看我们远处跑过去一个截锋，我跟枪的幅度就很小，也就是截锋的角速度变小了。游戏中人物的线速度是固定的，也就是说移速不变，线速度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与敌人越近，跟枪时的角速度就越大。就比如说打脸上一个跑打害灵，我们的跟枪难度就会上升很多，因为此时敌人的角速度大，即使微小的位移也会触发大幅度转动。这就是为什么在大拉的时候尽量靠近掩体，能给敌人的跟枪提升难度。OK， 接下来说一下优势枪位。优势枪位这个词也是老生常谈了，说白了就是一个为了更好的发现敌人和开枪的站位。有的长官被队友说站在劣势枪位了，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别慌，老师我带你找原因。首先，为了更好的发现敌人，我们架点或搜点时，可以尽量站在离交战掩体远的一方，因为离掩体越远，我们的扇形视野就会更加开阔，就能越早的发现敌人。其次，为了更好的瞄准和开枪，我们要选择敌人大概率不瞄的位置，就比如一些非常规点位，这样在发现敌人后，我们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瞄准和射击，提高击杀的成功率。最后，我们尽量不要架直角位，如果敌人贴墙大拉，我们的跟枪需要摆动更大的幅度，非要架的话，也一定要尽量多留一些距离。在架一些直角位时，我们可以远离一下内堵墙，去斜架出口。如果敌人贴墙大拉搜这个直角位，我们这个位置看敌人的水平分速度会稍微慢一些。再一点就是我们在面对不同的近大远小的情况下，搜点时的方式。如果敌人大，我们就滑步走到能看见敌人的位置，找准时机直接开穿就行了，不要给他反抗的机会。如果我们大，我们就摆好准心贴墙大拉，用近快远慢的优势努力的争取开枪先机。近大远小也衍生了一些技巧，这里我提两个，一个是贴墙架点，比如说我们在沿海矿镇 A 小架中路过点，我们在直架时有空枪的风险，如果离交战掩体更近，撤回掩体的速度就更快。这个架点技巧，老师我推荐蹲着架，规避爆头线。这时有的长官就会发问了，小西，我站着会瞄爆头线，蹲下来就不会瞄了。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先站着瞄，然后记住你瞄的位置，蹲下来依旧瞄这个点就好。另一个衍生技巧是贴墙晃心枪，比如沿海矿镇 B 包小屋后，如果敌人刚进点，我们可以贴着这个小屋打敌人的晃身枪，边晃边开提前枪，这样既能收集信息，又能给敌人压力。最后总结一下，近大远小远不只是一个瞄准技巧，理解了它意味着你开始用3维的眼光理解地图，从单纯的准心瞄头扩展到对整个空间的战术掌控，你就获得了一个审视地图的全新视角。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这里是真气电竞，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希望能和你一起变得更强。
强。问各位亦非彦祖们一个问题：当你进入排位看到深海明珠这张地图的时候，在信息位上你会选择猎枭还是黑梦？之前老西我总是教一些某张地图主流的一些英雄的玩法，忽略了很多长官们其实并不会玩这个英雄。举个例子，深海明珠这张地图，所有人都知道黑梦是 T0 信息，但是如果我不会玩黑梦，我没玩过这个英雄，那我掏出来这个英雄，我连他什么技能都不知道，那我怎么发挥出他的威力呢？各位掌柜好，我是大兵老西，今天的教你一招，我们就用大家只要刚玩无畏契约就一定会拥有并试玩的免费英雄猎枭，来聊聊深海明珠的防守细节。不管你是喜欢玩猎枭还是被迫补位的信息玩家，都能让你混出名堂来。简单吟唱一句，需要陪陪的可以来咱们晨曦电竞试试哦，最低10米就能得到一名你的专属瓦达子。OK， 那我们先从防守方 A 点开始说起。如果包点只有我们一个人防守的话，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大坑的这个位置，然后抬头用第二个人形的角对准这个墙重合的焦点，满格蓄力不反弹，直接射。这根探测键可以看到 A 包前点所有的敌人。或者我们也可以来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2根前点键可以使用。我们先瞄准这个残壁的中间，大概中间就行，然后一格蓄力不反弹直接射。这根箭会落在这个树上，也可以看到 A 大前点的敌人。另一个瞄点，我们可以瞄准这个残壁的交界处，满格蓄力不反弹直接射。这个箭会落在这个石柱上，也可以看到前点的敌人。如果我们在 A 小的话，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台阶左边，随便哪里都可以，往这个洞口这个墙上满格蓄力不反弹直接射，可以直接看到 A 大的敌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手上是数位或者奥丁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开枪了。接着是第二种情况，如果前点有自家的队友想去前顶的话，我们首先要做的一样是帮他们打道具，辅助他们前顶，我们的剑就可以留到包点作为反清剑使用。听到对面下烟给道具的信息之后，就可以随手往两边的墙上直接射，在 A 小的队友就可以直接开枪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深海明珠并不像幽水地图，你可以等劫锋点烟带死之后再给烟。幽水地图你在2楼是有掩体和烟的，而在深海明珠一般是不会给大坑烟的，所以给反清剑的时候一定要找准时间，不要被抓 timing 了。如果我们在 A 小的话，我们也可以站在这个台阶这里，瞄准这个窗户第一个阴影的下端，满格蓄力一次反弹直接射，这根箭可以落在这个 A 大门框上。是 A 点回防 B 的回防键，我们可以来到这个位置，然后瞄准这个 A 小防沿上方第2根线的位置，满格蓄力一个反弹直接射。这根箭相对来说比较快，可以快速看到 B 大的信息。然后是 B 点的防守，我们可以站在这个第2块地砖这里，大概和正面墙的中间平行的位置，然后抬头瞄准这个屋檐，满格蓄力反弹直接射。这根箭可以落在这个房顶上，可以看全 B 大的全部信息，或者我们也可以拉满蓄力，然后跳起来往这个柱上射，也是一个 B 大的探测键。但是老师我更喜欢用的是，我开局先 pick， 看到有人之后叫自家烟位赶紧下烟，然后我听到他们快要进来的脚步的时候，我往这个柱子上射一根箭，我直接就可以开始混烟了，基本百试百灵。接着是 B 点的反清剑，如果我们在2楼，我们可以抵这里，然后用2个人形的中间对准这个第4个黑色竖线的下端，一个蓄力不反弹直接射。这根箭的落点是在这个房檐上，可以快速的帮助点内的队友。如果我们在 B 小，我们可以顶住这里，然后用蓄力格的第1根竖线瞄准这个屋檐，一个蓄力不反弹直接射。这根箭可以落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广告台和包点前面的敌人。需要注意的是，这2根箭配合包点的队友使用会发挥出奇效。如果是你单人回防成功的话，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快到的时候再往包点里射反清箭。这个时候反清箭的用处就单纯的只是为了拿信息，而不是配合穿点了。最后就是 B 包点回防 A 的回防键，我们可以站在这个角落，然后抬头用技能 UI 的箭头对准这个第1根竖线下方黄色的这一块左右，2个蓄力不反弹直接射。这个箭也是比较快能看清 A 包点内的所有敌人。接着是中路的信息键，如果我们站在 A 小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朝着这面墙射一个探测箭，就可以看到中路所有的信息。如果我们在 B 小，我们可以开局抵住光路，然后转头用蓄力格的左下角瞄准这个第1个屋檐，满格蓄力1格反弹直接射。这个键也是可以看到中路的全部信息。如果对面喜欢慢摸控中路的话，我们也可以开局等个2-3秒钟，然后直接往这个女神像的墙上射一个探测箭。这时候往往是可以抓到已经贴到近脸的小可爱的，我们直接怼着这个木门猛穿就行。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之后老西我也会教给大家更多的如何用最简单熟悉的英雄带领队伍走向胜利的技巧，让自己发光发热。好啦，这里是晨曦电竞，希望能和你一起变得更强。
好看的皮肤众说纷纭，最糖的皮肤毋庸置疑。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西啊，本期的教你一招就来盘点一下无畏契约最糖刀皮，看看哪把刀皮才是瓦区第一糖。正好呢，最近夜市雷兹玩家直接照着买就行了。那么话不多说，正片开始。首先是第一把我认为的最糖刀皮，也是无数雷兹玩家最爱的刀皮。福报之杖，正如这把刀的名字一样，给人一种智障的感觉。掏出来可以伸缩，配上滑滑的音效以及酷似成都之星的造型，简直不要太呢了。每次看到这把刀的第一视角，我就想拿着它狠狠朝着队友的后面来上一下。然后是第二把我认为的最糖刀皮船长铁钩。刀皮音效依旧扣死海绵宝宝，猎奇程度依旧雷兹玩家必吃榜。或许你已经想不起来同系列鱼缸套装的枪皮长啥样了，但我相信你一定能想起这款钩子刀皮。网上都说谁买谁笑，但真到了游戏里，谁又不想急头白脸的在残局里掏出这么一把铁钩，再搭配上堂堂的视角，简直比海绵宝宝都糖，妥妥的免死金牌。队友看完连压力你的心情都直接瞬间清零。最牛逼的是，这把钩子居然是刻字好手，谁懂这个妈字写出来的那一刻，小心我的大脑皮层瞬间就被抚平了，这谁绷得住啊？第三把则是冒充高科技的起源环刀，外表长得像个量角器，检视时的音效和动画跟个自行车的轮胎一样。都说能转就是好刀，但这玩意儿一转，我只想说谁家电风扇开了。挥刀音效则更像是在挥不锈钢盆。第四把则是混沌 2.0 套装里的混沌链家，这个是真的糖完了，外形上看起来跟个大榴莲似的，拿在手上，这次看着就像是穿模能扎到自己一样。另外，这个转起来的蓝色光波，不知道的还以为转的是霓虹的头。最难崩的是，这玩意儿在第三视角下完全就是一个马桶刷，很难想象混沌的整体枪皮质量这么高的情况下，刀皮怎么能这么糖？也不知道买了这套皮肤的玩家是真的喜欢呢，还是真想装糖，还是让弹幕的雷兹玩家评价一下吧。第五把高分子科技涂层军刀，也就是俗称的萝卜刀，以及瓦区自己的牛子刀。如果这把刀的价格便宜，那大伙儿也不会说什么了。但这玩意儿定价居然318，不管是外观还是检视都不值这个价。但可以伸缩的神人设计，有时也会让人觉得小小的也很可爱呢。特别是在残局整上这么一出，你的毛也是不退的路。简直没有人类了，就问谁能绷得住啊？然后是去年火过一段时间的法球散打，也是本期的第6把糖刀，嘟昂超弹力水球全套。这里的嘟昂呢，其实就是短的谐音，参考成龙的那个洗发水广告。这个神奇的皮肤和前面提到的牛治刀一样，依旧是特工队系列。不过牛治刀是通特工队，水球拳道则是滋特工队。水球拳套的每一拳挥下去都有一种糖的感觉，看着就很搞笑。再搭配上大明星康神这么一代言，搞笑程度再次拉满。接下来的这第7把刀皮，乍一看觉得还行，但是一拿在手上，就是有一种糖的感觉。会动的马眼以及彩虹小马的设计，只能说雷兹玩家和猛男玩家必备，好吧？特别是在紧张刺激的残局里，掏出这么一把马眼会动的刀，队友看了谁还会紧张呢？最后的最后，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罚，一共2把全都糖完了。不管是1.0的神罚小刀，还是2.0的神罚战锤，这个闪电设计以及速的不能再速的贴图，啥特效都没有，怎么看都很糖，糖人指数直接拉满。但当你在对局中不经意期间掏出这2把刀时，一切战绩一切压力都会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整把对局将会变得轻松愉快。当你打出3-14的无敌战绩时，还能解锁神法的黄金形态，队友将停止对你的一切嘲讽，获得免喷泉。一切的一切全都是设计师的小巧思，并且设计师自己也说了，神罚是给有品味的人打造的。Might is for people of taste。说的就是屏幕前的你吧，特别是在座的雷兹玩家们。最后，设计师说时间会证明神罚，甚至还想出一个神罚3.0。但我想说，这要是真能让他出到3.0，在座的各位啊都有责任。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这里是晨曦电竞，希望能和你一起变得更强。